你是一个召唤师，还可以给自己的召唤兽赋予金色词条。石铁兽加上太极宗师变成功夫熊猫，普通松鼠加上影子大师天赋进化成暗影松鼠。这天你在学校的觉醒仪式上抽到了稀有职业召唤师，旁边的人纷纷惊呼：我靠，这小子有福了！召唤师职业卡在市场上保底都能卖个8、900万，妥妥的欧皇啊！哎，我们羡慕不来的。卖掉召唤师卡后还能再买一套房、1辆车，剩下的钱用来买一张战士卡，外加一整套好装备都绰绰有余。以后下副本就不用愁工作了。这战士职业虽然平庸，可确实最适合平民的铁饭碗啊！副校长林秀元更是呵呵一笑，小凡，隔壁班的秦昊想收购你这张卡，愿意额外再加价100万，你可真是撞了大运了呀！可此时你却摇头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卖。其他人都惊呆了，真的假的？他疯了吧？没钱玩什么召唤师啊？副校长可是面色严肃，小凡同学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，要是用到这张职业卡，以后可就没办法更换职业了。学校也知道你成绩优异，但家境财力可没办法靠你一个人改变。召唤师这个职业，每只召唤兽都要配齐装备技能，处处都要花钱，更何况你需要培养的还不止一只。事实上，一旦觉醒出稀有职业卡，最好的选择的确是卖给富二代等人，然后换购一张下限较高、不太需要花钱的职业。不然，若是连召唤兽都养不起，实力可比同级别的战士都差得远。富家同学转成召唤师，普通人转个战士或者盾位，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。你内心翻了个白眼，真当我没有做市场调查吗？召唤师卡最近一次的成交记录金额在1200万左右，这老登不知道吃了多少回扣。不过你的拒绝还是有底气的，看了眼自己的属性，等级0天赋无限金色词条，每升1级抽取一个金色词条赋予任何目标。没错，这个世界的词条从绿色到金色品质不同，例如一个金色词条奉献之勇就能让普通战士变成战场内7进7出的猛人，而这个天赋居然可以将金色词条赋予召唤兽。什么？没钱玩不了召唤师？我直接开挂！想到这里，你果断拒绝，林校长不必再劝，我准备自己使用这张转折卡。此时从外面走进来秦云浩，脸色一黑，笑翻，别装了，你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？一个连召唤兽都养不起的臭屌丝，难道要当个最弱召唤师来搞笑吗？他的师姐窝窝娘却若有所思。作为幽冥高校的知名校友，他的觉醒稀有职业战舰指挥官后一路平步青云，年纪轻轻就成了人类战区的营长。见多识广的他认为你有自己的底牌，并不是在趁机哄抬价格。下一秒，职业卡在你手中破碎，一道蓝色灵力融入你体内。你已转职为稀有职业召唤师，当前等级1级，可抽取一个金色词条。这一刻，全场震惊，这小凡疯了吧？800万的转世卡就这么用了？林秀元脸色通红，小凡你，哼，不知所谓。秦元浩冷哼一声，扭头就走。眨眼间，刚才还起哄的人群如潮水般退去，你内心却毫无波澜。此时，恩师利弗走了过来，我是该骂你一西用事呢，还是该夸你没有被金钱迷住双眼？你微微一笑，都是老师教得好。没错，7岁时你的父母为国捐躯，本以为自己是第一开局，没想到父亲的战友利弗对你视如己出，不仅对你言传身教，还早早为你安排好了出路。此时他却悠悠一叹，怎么偏偏你就转职成了召唤师呢？我的退伍金可养不起这么一个烧钱职业。接着从怀里掏出一本蓝色技能书，本来准备卖了给你攒彩礼的，以后你就自动自灭算了。你双眼微红，老师啊，要不我给你女儿当上门女婿好了。利弗脸色一黑，拿了我的技能书还要打我女儿主意，混蛋！我跟你说，这技能书是借你的，赶紧去通关介绍副本，要是10年后的高考还考不上，就老老实实给我去镇谋军当兵。镜头一切，你回到家中查看技能书，石铁兽召唤，效果是7月后可以召唤只石铁兽。我靠，潘达！果断学习，此时你终于看到了它的属性，3维没有一项超过10，天赋是石铁兽血脉，技能有撕咬和雄吼。没错，召唤兽品质越高，各种属性也就越高。稀有召唤兽的属性就已经相当于一名普通战士，这也是为什么富二代召唤师是 T0 职业的原因。他们刚刚转职就能买到卓越级以上的召唤兽，但是问题不大，稀有的召唤兽也能变强。看向天赋界面，此条抽取启动，下一秒，无数金色条框在身上环绕，随手一抓。您已抽中金色传说级词条太极宗师，效果是自动领悟不低于10种太极拳法，并提升了最高熟练度。眼前一亮，熊猫打太极有点意思，果断赋予。石铁兽蓝色稀有已进化为功夫熊猫橙色史诗。再次查看了一下属性面板，不但多了项技能，属性值也高了好多，基本上3维都超过了20，而它的技能也变成了太极拳24式 LV10，4两拨千斤 LV10，这天赋和技能竟然全部是传说，千万级！金丝条果然无敌呀！镜头一切，你来到新手副本门前，无数学生在四周呼朋唤友，有人惊呼：我靠，召唤师大佬！但快发现不对劲，等等，这不是那个放弃了800万也要选召唤师的相反吗？他还真敢来打副本，就靠职业卡初始送的白板史莱姆啊！
此时一道声音响起：“小凡，别给召唤师丢人了，这职业不是你这种人玩得起的。”金浩抬手召唤出一只泛着紫光的巨狼，追风狼是卓越级的追风狼，亲家太有钱了吧！400-500万的卓越召唤兽开机就买。秦云浩得意一笑：“来呀，小凡，把你默认送的史莱姆召唤出来，让大家看看呢。”你呵呵一笑：“哦，既然这么自信，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如何？”拿出一张银行卡，这是我的全部身家，一共114514元，就赌我们谁更快通关地狱难度如何呢？没错，这是你打工2年半辛苦攒下的身家。秦云浩却不屑一笑：“小凡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吗？你挑个完全过不去的难度，以为我们都失败就不会输了吗？既然是比副本挑战，就算我们都没通关，谁在副本中坚持的时间更长，谁就是胜利者。就赌这个，你敢吗？”说着也掏出一张银行卡，这里至少有20万，你赢了就全部归你。但要是我赢了的话，你非但得给我你的卡，还得在副本口大喊3声“秦云浩天下第一”。他心中狂笑，身为学校里的万年老二，文化课总被你压上一头，现在终于到了他靠财力翻身的时候了。咔咔咔，我秦云浩就该和师姐一样，是学校里实至名归的第一，日后成为指挥官的男人。这时人群中的窝窝娘走了出来：“既然你们都愿意对赌，就由我来做这个见证人如何？”围观的学生们纷纷惊呼：“是曾经年级第一的窝窝酱学姐！她怎么来了？”窝窝学姐当初在学校不仅对同学们一视同仁，还为了普通学生硬刚老师，是学校里的传说。你松了口气，这样就不怕这个富二代赖账了。在他的见证下，对赌契约很快签下。此时地狱副本中，一处荒凉山谷，你一挥手，身穿道袍的熊猫就被召唤了出来。下一秒，一波小怪刷新，3只皮卡兽朝着你们狂奔。功夫熊猫双手如流水般似拦似拨，没错，正是太极拳24式，一揽却尾，展开各种状态，化解对方的攻击，并借力反击。第一只皮卡兽创上来的一瞬间，预计的骨裂并没有发生，反而是被牵引着往旁边不受控制的移动，随后被自身惯性重重砸在地上。接着转手借力又牵引住第2只往第3只身上撞去，轰隆一声，2只怪物齐齐晕倒。击杀披甲兽获得经验加9。结束战斗后，清点了下战利品：一本法师专属的吐息技能书落实术，还有一件普通皮甲。呵呵一笑，接下来直接赌注刷个点就行了。半小时后，秦浩一脸虚弱走出副本，咬牙道：“我可是在地狱难度中坚持了30分钟，没有丢我秦氏家族的脸。”一旁的窝窝娘点了点头。秦浩能撑过半小时，已实属不易。而事实上，仅在第一波面临披甲兽的时候，他的追风狼为了保护他，就直接被创成重伤记了。最后他更是疯狂逃窜，4处躲藏，才勉强撑过半小时。呵呵一笑，虽然过程屈辱了些，但是只要能赢就行，就胜利才能说明一切。看到周围人群震惊的样子，秦云浩嘴角上扬，嘎嘎，小凡，你肯定没想到我能在地狱副本难度中坚持半小时吧？这次终于是我赢了。等等，小本人呢？根本不在副本门口。师姐，他什么时候出来的？10分钟还是5分钟？窝窝娘皱眉，他还没出来。瞬间，秦云浩瞪大双眼：“什么？该死，他凭什么能躲到现在？那些魔兽为什么还不去找他？”镜头切，此时副本内，功夫熊猫坐在魔兽身上打哈欠。你在清点战利品，除了之前的落实术技能书，还有一把巨斧、一本全一击，以及一本随机召唤技能书。与此同时，你的等级也来到了3级。恭喜宿主获得2个金色词条：吃啥补啥，影子大师。你看了一眼，吃啥补啥是可以消化任何的物品，每次使用物品时可以获得各种属性。影子大师则是操控暗影，眼前一亮成长性词条，果断赋予熊猫。召唤兽功夫熊猫从橙色1星进化为橙色2星。看了一下背包，也没失误啊，尝试拿出一把巨斧，结果他抱起斧头就啃。实用巨斧，力量+1。这都行啊，那技能书呢？拿出那本全力一击，吧唧吧唧，真好吃。实用战士技能全力一击，力量+1。我去，知识就是力量啊！再给本技能书，吧唧吧唧吃下。实用法师技能落实术，获得魔法抗性+3%。这无敌了呀！这时你看向最后一件战利品，随机召唤技能书了，点击使用。下一秒，一只松鼠蹦了出来。优尾松鼠，敏捷性召唤兽，蓝色品质。不过你也不在意，刚刚得到了金色词条影子大师赋予。接下来系统播报响起。召唤兽优尾松鼠绿色精良，进化暗影松鼠橙色史诗。暗影松鼠橙色史诗，属性基本都逼近了40，天赋是强化感知稀有级、影盾传说级以及影分身、定影和影袭。我去，这2只史诗召唤兽在手，稳啦！不久后，副本中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，一只巨大的赤魔狮出现在你面前，你指挥松鼠使用影分身，20只影分身和赤魔狮缠斗起来，而松鼠本体融入影子之中。
赤魔师深吸口气，喷出一道巨大火焰，松鼠分身们被瞬间融化，随后一个飞扑扑向熊猫。可下一秒，熊猫摆动双手，那条火焰居然被揉搓到一起，在手里缓缓旋转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变小。最终，熊猫双手一摊，火焰没了。此时 BOSS 的表情不用我说，你们也知道是什么，那就弹幕一起走一个吧。正是太极大师的技能4两拨千斤，巧妙地利用引力和柔力，以最小的力量化解攻击后进行反击。我的攻势竟然被吸收了，这什么招式啊？等再反应过来，已经动不了了。回头一看，原来就是自己的影子被一只松鼠定住，技能定影，通过控制对方的影子来达成禁锢的效果。随后，熊猫就是一巴掌拍了过来，1分钟后，赤魔师遍体鳞伤倒在地上。斩杀最终 BOSS 赤魔师，获得经验加500。恭喜您首通地狱难度魔兽山脉，获得地狱级首通奖励，经验加1000，获得首通奖励洞悉之眼。您的等级提升至4级，获得金色词条洞悉之眼。洞悉之眼的属性是可以洞察一切目标信息，对周围一切情况进行解析，看穿敌人的隐藏或者伪装。我来给大家省个流，就是鉴定术。哇，这个词条可以给自己啊！另一边，副本门口突然出现一个巨大光幕。恭喜幽冥城萧凡首通地狱难度新手副本魔兽山脉，位列全国地狱级榜单第1，用11小时14分51秒。此时所有的学生的表情是这样子的。疯了吧？单刷地狱难度 bug， 绝对是 bug。等你走出副本的时候，金浩脸色阴沉，不可能，你一定是作弊了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！不要好好检查。几个黑衣保镖就冲上，可下一秒一口气势喝入天长，都给我住手！窝娘脸色一黑，我平时都怎么教你的？愿赌就服输。师姐，窝娘恨铁不成钢，既然输了，就该多加努力，争取下次赢回来。你年纪轻轻，一遇挫折便怨天尤人，日后怎么成大器呢？去给人家道歉。青云号10个不服8个不忿，但迫于压力，不情不愿走了上来。小凡，你赢了，这是说好的赌注，但是你记住了，下次赢的人一定是我。几天后，利夫安排你去人族战区作为临时斥候历练，那里邪魔众多，能大大提升你的战斗经验。镜头一切，等你来到战区时，一个少女恭候多时，你就是最近名气堂堂的新人小凡嘛。我是负责指导你的士官，叫我窝窝就行。你皱眉，这个人不就是之前跟秦昊在一起的吗？点点头，发动洞悉之眼。窝窝娘，职业战舰指挥官，等级是19级，身份是人类战区幽冥营长。没错，秦昊的惨败引起了他师姐窝窝娘的兴趣。他作为人族战区的营长，偷偷将自己替换成了你的指导者。想知道你一个新人凭什么能够单通地狱级副本？伸出右手，我们战区海战较多，而我的职业正好是战舰指挥官。希望接下来我们合作愉快。你同样伸出右手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没过多久，你们接到了第一个任务，扫除附近海域的邪魔。来到海边，一艘巨型战舰出现在眼前。窝窝娘自豪一笑，很漂亮吧？我们战区的战舰，这是重巡洋舰德梅因，我们就用它来抗击邪魔。而在航行了一段时间后，你的眼前出现了一艘巨大幽灵船，上面都是一些长相怪异的邪魔。窝窝娘大手一挥，战列机上的主炮同时转向发射，下一秒炮火轰鸣不断响起，发现敌人的幽灵船不甘示弱，盯着炮火进行反击。窝窝娘则指挥战列舰边打边退。就在这时，你们的后方又出现了一艘幽灵船。窝窝娘眉头一皱，萧凡，幽灵船虽然火力不强，但防御很高，看来接舷战是无法避免了。你主动请战，放心长官，待会儿你全力冲向幽灵船，我来进行跳帮作战，分担压力。等你解决到后方的敌人后，再来与我会合。萧凡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你跳帮的话，我可没有办法支援你。你点头，相信我，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不会做。说干就干，窝窝娘调转方向，很快就和第一艘幽灵船擦肩而过。熊猫猛然一跃，带你跳进幽灵船中。此时甲板上10几只邪魔将你们包围。下个瞬间，邪魔们冲上，只见2只熊掌摆动，功夫熊猫使出太极24式云手，令人迟缓的气息将邪魔们包围。接着就是双掌连拍，强大的太极内劲不断轰出，啪啪几声，几只邪魔被熊掌打得当场裂开。就在这时，一只邪魔引出一根骨刺飞向熊猫，身形一闪，抓着骨刺借力击伤另一只，后者毫无防备，当场被刺穿。没过多久，熊猫就将面前的邪魔们通通拍碎。很快，一个浑身冒着黑气的骑士出现在你面前，入侵者子。你自然洞悉之眼，发现弱点就是他脚下的坐骑。诅咒骑士怒吼一声，朝你冲了过来。你立刻做出指挥，动手，将攻击范围缩小，直打坐骑。熊猫来到骑士面前，双手画出一个圆圈，这是4两拨千斤。在吸收了骑士冲锋的力道后，熊猫反手拍向脚下的坐骑，诅咒骑士连人带马被轰的一下打飞，战马当即倒在地上，不再动弹。诅咒骑士有名，敢杀我的马！双眼通红，提着枪就要发起冲锋，可下一秒，一只松鼠从他的影子中浮现，顿时动弹不得。卑鄙的人类根本不敢堂堂。
话说了一半，一只熊掌拍碎了他的头颅。另一边，窝窝娘再次吊着船头，大手一挥，可贤开火。无数炮弹砸在幽灵船2号上，接着德梅因猛地向前一窜，幽灵船的炮弹全部砸到水中。缠斗一番后，秦嬷嬷大手一挥，所有火炮再次齐射，幽灵船上不断有火光爆炸，很快就沉入了海底。击毁敌人后，窝窝娘指挥战列舰向你靠拢。等回到德梅因号，少女拍了拍你的肩膀，不错，小凡，看来我们挺有默契。你干脆来加入我们幽冥营并肩作战吧。你十分好奇，长官，你明明年纪不大，为什么会对战舰如此熟悉呢？我听说没有一定相关知识，好像无法觉醒战舰指挥官这个职业。窝窝娘呵呵一笑，因为我就是目前人族的虚拟战区战舰世界战区的特邀指挥官呀。你要不要也来战舰世界磨练磨练，多熟悉一下海战技巧呢？战舰世界的玩法参考于真实海战，涵盖了第1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半叶的各种战舰。而且窝窝娘目前担任战舰世界的国服专属虚拟形象，现在就是入坑的好时机。强力战舰入坑就有，你疑惑，长官，你也会在里面吗？他点点头，没错，我将作为战舰世界国服的专属虚拟形象，带着更多惊喜来到游戏中，比如会作为舰长和玩家并肩作战，帮助玩家掌握战舰状态，分析战斗局势。舰长大人冲呀！看对面会吃几颗雷呢？各位，快告诉我你们的战斗目标。好耶！实力和运气才是胜利的秘诀。呜呼，要胜利啦！我就是舰长的幸运星。你眼前一亮，长官，如果能跟你一起并肩作战，那也太开心了吧！画面一转，你们回到营地，窝窝娘带着你来到一处牢房前。小凡，这是我特意为你申请的任务奖励，一只卓越级的召唤兽极刃螳螂。看了一眼新获得的4条虚空生物，生活在无尽虚空中，具备超越万物的适应性，能在虚空自由穿梭。果断和螳螂签订契约，并赋予4条召唤空间中一只暗紫色巨卵将螳螂包裹，不久后巨卵便不裂缝，一道身影从中走出。进化，然后把敌人打趴下。进化完成，这是人类第1次见识并收服虚空生物，获得特殊称号虚空初始者。召唤兽极刃螳螂紫色卓越，进化虚空猎杀者金色传说。